50多岁的种粮大户在县委大楼跳下，正在窗前打电话的纪检干部目睹了一切，他愣怔在原地，惊愕失色。窗外淅淅沥沥下着雨，院子里已经乱成一锅粥。不一会儿，救护车、警车陆续赶到，不到1个小时，现场清理得一干二净，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男子惊魂未定，呆坐在那里，脑子里闪现着刚才的一幕，内心久久无法平静。咋了？心情不好？哎，一条人命啊，就这样没了。听说死者是河川镇的，估计和征地有关。县里这会儿正开常委会研究了。哎，县委丁书记才来1个月就发生这事，也是够倒霉的。张书记让我通知你，下班后先别走，他要见你。你说张书堂书记单独见我？张书记专门在会议室门口告诉我的。张书堂是县委常委、纪委书记，像我这种小科员是无法越级直接向张书堂汇报工作的。乔岩，你是咱纪委的业务骨干，外界都说你是4大名捕之一，办理案件干净利落，快稳准狠，而且情商特别高。受处分的对象对你是心服口服，交口称赞，有的还成了朋友。就凭这点，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你们审查调查室是重案组，办的都是大案要案。我感觉啊，张书记单独找你，估计是又有大案了，而且是让你来办。陶磊是办公室科员，日常工作就是跟着张书堂，他说的话可信度较高，乔岩似信非信。即便是有大案，那也是安排分管领导，怎么可能绕过他们亲自找我？这说明你的工作得到张书记的认可了，绝对的好事。说不定你办好了就直接提拔了，到时候你就是咱们这批第1个当上领导的人。乔主任，以后可得多多关照啊。得了吧，就算是提拔，也是先提拔你，怎么可能轮得上我？你可是领导跟前的红人啊！哈哈，那就借你吉言了。我可听说了，新来的县委书记正在物色秘书，我要是能给他当秘书就好了，那以后提拔还不跟坐火箭似的。哈哈，俩人又一搭没一搭闲聊着，乔岩只是听着，脑子里还想着和张书堂见他的事。正聊到兴头上，陶磊接了个电话。乔岩，张书记回办公室了，赶紧上去吧。你就是乔岩？乔岩点头附和，这是他和张书堂第1次近距离接触，或多或少有些局促。张书堂没有过多客套，拿起桌子上的档案袋。这个案子你知道吗？乔岩瞥了一眼，是河川镇党委书记蔡小虎，不由得心里一紧。张书记，略有耳闻，具体什么情况我不太了解。听说你的办案能力不错，我打算让你来牵头办理，怎么样？关于蔡小虎的事情，乔岩多少了解一些。此人在晋安县第1经济强镇和川镇执政多年，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口碑并不佳。这些年有关蔡小虎的举报信从未间断过，可最后或轻松化解，或不了了之，足以可见其深厚的背景和强大的能量。有什么顾虑就说出来。张书记，首先感谢您的信任。至于这个案件，应该是归第3监督检察室管。另外，我不过是个普通科员，上面还有主任、分管领导，加上我资历尚浅，阅历不够，从来没单独办过这么大的案子，怕让您失望。你的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，我是纪委书记，让谁办我说了不算吗？这2天我专门看过你办的案子，思路清晰，逻辑严密，确实不错，有我当年的影子。你来纪委快5年了，我侧面打听了下，他们对你的工作能力和人性人品还是比较认可的。这个案子县委丁书记亲自过问了，我在他面前立下军令状，2个月内拿下来，而且要办成铁案，所以你放心大胆的去干，我在背后给你撑腰。对乔岩而言，办案早已轻车熟路，可以想到这起案件所面临的阻力和难度时，心里确实没底。可张书堂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想起下午的那个身影，瞬间打消了顾虑。张书记，办成铁案是办到什么程度？要深挖细查，以事实为依据，以党纪国法为准绳，依规依纪依法按程序高标准查办，该留置就留置。张书堂说话低声绵语，可字字带刀，看来是下定决心弄蔡小虎。那这是需要和纪委马副书记和调查室田主任汇报吗？不必和他们说，这个案子你直接对我负责，向我汇报，其他人一律不得过问，更不得插手。乔岩知道张书堂对马福良和田文斌产生了不信任，马福良他没深入接触，但田文斌前段时间请了病假，应该提前知道了这起案子，故意躲避。你牵头办案需要人手，纪委的人你随便挑，但必须是可靠信任的。如果纪委没有，可以请示上级纪委派人下来协助办案。有人选吗？第3监督检察室的孙家明和我们科室的王雅，他俩没问题。好，明天我安排他俩和你报道。另外，你们不要在纪委办公了，建设南路上有套房子，去那边办公，没人打扰。我安排胡勇去办，你们缺什么直接和他说，他全负责后勤保障服务。这部手机里面已经有卡，只用做和我单线联系，案件结束后销毁。如果必须见面说，不要来县委找我，我会去找你。还有我从公安局抽调2名干警协助开展工作，并负责你们的人身安全。
张书堂如此周密安排，乔岩倍感责任重大。但反过来，对于他来说，何尝也不是一次赌博呢？平民家庭出身的他，没背景没势力。现如今，张书堂主动抛来了橄榄枝，如果搭上这条线，背靠着座山，将来提拔指日可待，仕途也将一路坦途。白文斌请了长期病假，但第二审理调查室也不能没管事的。从明天起，你主持2室工作，也算是火线提拔。你要明白肩上的责任，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我们不是和谁过不去，而是为了金安县的长久发展，在关键时刻必须亮剑，斩妖除魔，清除障碍，让金安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，还老百姓一个安定和谐的生活环境。从张书堂办公室出来，已是晚上10点多。乔岩，张书记和你说什么了？怎么这么长时间？是不是交给你办大案了？也没什么，和我了解了以往案件的情况。我是张书记身边的人，咱俩的关系又这么铁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和别人说的。正因为关系好，我才不能说。你知道的多了没好处，我要说多了也没好处。你是书记身边的人，更应该知道怎么做吧？得，我不问了。你们这些纪检干部啊，平时都神神秘秘的，幸亏我没办案，要不然能逼疯。不过有什么好消息可得和好兄弟分享啊？回到办公室，把门反锁，拉上窗帘，坐在办公桌前盯着档案袋看了许久，小心翼翼打开这些绝密资料。举报人是徐德福，反映蔡小虎滥用职权强行征用了他20亩良田，他不同意就动用当地黑恶势力砸了他的家，打断了他老婆的腿，玷污了他大女儿。想起陶磊下午说的话，乔岩不由得扭头望向窗外。怎么感觉这个徐德福就是下午那个人？如果真的是，那蔡小虎就是间接凶手，身上背负着一条人命。拿起手机打给在和川镇工作同学的电话。张鹏，睡了吗？睡什么睡？镇里安排我在白子湾村做思想工作了。今天有个人从你们那跳下，这倒霉催的，跟上他今晚也别想睡了。是不是徐德福？是啊，他老母亲刚送到医院，他老婆哭得死去活来，真是服了。有什么想不开的？得到了确切的答案，乔岩眼前浮现出徐德福，他不敢再看窗户，生怕再看见那血腥的画面。准备关灯出门时，乔岩回头看了下保险柜，总觉得不踏实，考虑再三，将档案袋取出来，放到了同事王雅椅子上的靠枕里。看似不安全的地方，也是旁人容易忽略的地方。如果这样都能丢失或泄露，只能是看天意了。回到家，刚躺床上，纪委副书记马福良电话就打来了。乔岩，睡了吗？还没。马书记，您有何指示？今晚张书记是不是找你谈话了？果然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没想到马福良这么快就知道了。作为老纪检，应该很清楚纪委的工作纪律，这么晚打电话过来专门问此事，应该嗅到了什么味道。乔岩没有撒谎，爽快承认。找你聊什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就是简单询问了下我的情况。乔岩，你既是新人也是老人，做事情前一定要三思，尤其是要多请示多汇报，这是最起码的规矩。涉及到案件，更应该及时汇报，切不可擅自做主，明白吗？感谢马书记教诲，有事我会向分管领导和科室主任汇报的。行本，你休息吧。挂了电话，乔岩心里愈发不踏实，他在担心蔡小虎的案件会不会被人发现，也在顾虑接下来的阻力会很大。男人刚被纪委书记火线提拔，暗中调查案件，没想到刚回到家就接到副书记的电话，甚至办公室里都有被人翻动的痕迹。这是纪委，除了内部人，谁敢这么无法无天？还好昨晚留了个心眼，假如案卷遗失，比昨天的事件更劲爆。今天是周末，机关人比较少。乔岩来到里面的休息室，把门反锁，躺在座上认真看了起来。越往下看，越心惊胆战。各种罪名罗列下来高达几十条，随便拿出来一条就够给蔡小虎处分了，但要一一查实，相当困难。要知道，蔡小虎能在金安县混得如鱼得水，风生水起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我所面对的是一只非常狡猾的狐狸，而且背后有强大的势力，要让他原形毕露，必须切中要害，抓住死穴。乔岩反复思考着该从何处下手。这时张书堂给他的手机响了。乔主任，办公的地方已经收拾好了，我在楼下等您。胡勇驾车来到位于建设南路的一处大院子。乔主任，这是吴凯，从事武警支队借调过来协助你办案的。另外，我从外地找了个做饭的阿姨，负责你们的饮食起居。小吴，这段时间小主任就是你的直接上司，要听命于他，谁说话都不好使。你要负责他的人身安全，还要兼顾当司机，听明白了吗？吴凯立马向乔岩敬了个礼。吴凯，这不是部队，没那么大规矩，都是同龄人，叫我乔岩就行了。随后，胡勇带着乔岩简单参观了下住所，回到县委大院，院子里站满了人。只见几个男子举着横幅，横幅上写着“合川镇政府强行征地，逼死我父亲，请县委还一个公道”。横幅下面跪着2个女子嚎啕大哭，而旁边站着一堆官员和家属谈判。乔岩还没回过神来，马福良突然出现在门口，挥了挥手，示意去他办公室。昨晚莫名其妙的电话，现在又主动找我谈话，种种迹象表明马福良在有意干涉蔡小虎的案子。
小乔啊，在纪委你的能力和水平是有目共睹的。今天早上是纪委2室主任给我打电话，专门表扬你了。这都是马书记您教导有方，给了我机会，才有了施展的舞台。小乔，市纪委想抽调你去协助办案，上面说了，只要办得好，就有可能留在市纪委。你的想法呢？谢谢马书记的栽培，以我的能力还达不到市纪委的水平和要求，不过我推荐王雅，他是市里人，能力也非常不错。这不是讨价还价的问题，市纪委点名要你，我能说还有更合适的。我知道王雅成天想调回市里，但无能为力，不要考虑别人，说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吧。乔岩不知道马福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他不想把对方和蔡小虎的事联系起来，可似乎都和这事儿有关。我服从组织安排。这就对嘛，有机会还是要紧紧抓住的。你回去准备准备，我请示一下张书记，没问题的话明天就出发，我派车送你去。刚回到办公室，市主任田文斌的电话又打了进来。说话方便吗？方便，您说。我听说你接手了蔡小虎的案子，有这事吗？乔岩异常惊愕，昨晚张书堂找自己谈了话，仅限于他俩人知道，这才一晚上功夫，都传到在京城住院的田文斌耳朵里去了。乔岩，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才不想让你受到伤害。你还年轻，很多事没经历过，千万别受他人蛊惑而冲动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请病假吗？就是不想接蔡小虎的案子。整个纪委没人敢接，更没人敢办。蔡小虎的能量是通天的，多少事多大的事都能给压下来，更别说你了。听我一句劝，把这个案子推了，就是张书记找你都不能答应。他是外乡人，过几年就提拔走了，而你没必要去得罪人。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在金安县没有秘密可言，我在京城都能知道。估计蔡小虎比我知道的更早。张书记人不错，也想干事，但我不得不怀疑他的动机是否在利用你。你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，千万不能迷失方向。田文斌的话字字击中，句句在理，让乔岩产生了动摇。乔岩，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如果非要办也可以，但要把握分寸和尺度。过段时间我就回去了，吃不准的地方就问我。如果采进领导你想出来就很难了。我即将调离2室，到干监视工作，由你主持2室工作，这是好事，也是坏事，你要做好准备。案件还没开始侦办，各路人马已经出动在阻拦，让乔岩压力倍增。莫名其妙已经跳入这个漩涡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？回到家中，乔岩疲惫不堪躺在沙发上。爷，你没事吧？今天上午婷婷来咱们家了，她和我哭诉了很久。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好，要不是她爸爸调离，估计这会儿都结婚了。爷，你做的对，咱不能耽误人家婷婷，反过来你也不能一直耽搁着，最终看不到任何结果。以你的条件在金安找个对象轻而易举，这些年要给你介绍对象的人多了去了，我都一一回绝了。这下好了，你安心工作，妈给你张罗。妈，我现在还没心思谈这些，以后再说吧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该谈婚论嫁了，怎么能不着急呢？你不着急，我和你爸还着急呢。妈，我累了，先去休息了。等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满头大汗，浑身湿透，手机在震动。乔岩，你在哪？给你打了快10几个电话了，死活不接，就差去你家找你了。赶紧来单位开会，马上就开始了。乔岩本想多问几句，可对方已经挂断。他翻看手机，几十个未接来电，除了王雅的，还有办公室的。今天是周末，好好的开什么会？来了单位，乔岩直奔会议室。同志们，经班子会研究，并请市县委主要领导决定任命乔岩同志为第2审理调查室负责人，田文斌同志为干部监督室主任。话音刚落，参会人员齐刷刷扭头望向乔岩，眼神里充满不可思议。在这次会上，张书堂还宣布了一个决定，将孙家明调入第2审理调查室。乔岩昨晚提出来的，都得到一一回应。今天是3喜临门，家明的加入，乔岩的提拔，又主持2室工作，必须好好庆祝一下。必须庆祝，亲爱的乔主任，我定地方，今晚行不行？有什么好庆祝的？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，等事成之后再庆祝也不迟。怎么了？有大案了？你们把东西收拾一下，我们将要去另一个地方办公。至于什么事情，到时候会和你们说。乔主任，是不是又要干一票大的？太好了，快说说看。没听乔主任说随后告你吗？着什么急？人多眼杂，乔岩一出手，肯定是大案。晚上，乔岩带着2人来到建设南路7号，介绍大家相互认识。虽然咱们平时关系不错，但有些话必须说在前面。第一，绝对服从，没有我的命令不得擅自行动。第二，保守秘密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们就吃住在这里，有关案子的任何资料都不准带离这个地方。第三，遵守纪律，要清楚自己的职责和使命。这个案子办完后，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。这一晚，4人喝了不少，吃饱和族几人都回房间休息了。乔岩则坐在2楼的客厅继续翻看着举报信，他必须得用最快的时间找到突破口。
男人被火线提拔，秘密调查镇长，可案件还没开始侦办，各路人马已经出动在阻拦。乔岩，你怎么还不睡？用不着这么拼命吧？案子很急，而且是县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我压力很大。今天下午田主任来电话了，让我放弃这个案子。关于这个案子都传开了，在纪委没什么秘密可言。有的说张书记重用你，火线提拔给你压担子；有的说张书记在利用你，谁都不愿意接的案子你去接了，拿你当枪使，办好了是他的功劳，办砸了都是你的责任。还有更难听的，我就不说了。其实他们都是嫉妒，成天不想着干工作，就站在旁边说风凉话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全力支持你。我心里非常清楚，这个案子得罪人是肯定的，所面临的困难也是明摆着，确实很难。不过既然我接了，就要办好。我相信你，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棒的。此时此刻，在和坤煤业公司黄正坤的别墅里，合川镇党委书记蔡小虎、纪委副书记马福良，还有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邓海鹏正秘密会谈。我说老马，你们纪委真是闲得没事干了，这是要调查小虎吗？以前不是都结案了吗？怎么好好的又翻起来了？徐德福那件事处理完了吗？有什么好处理的？就一条民，我们这边很快就能结案，就看小虎那边能不能妥善解决了。老马，你的意思是张书堂要亲自领办我的案子？小虎，要是张书堂还好说，假如是丁光耀呢？或者说有人盯上了你，走上层路线整你呢？老马，不管是谁，这个时候你得帮我啊！你也知道，年底要换届选举，我还要竞选副县长，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出任何问题。我也想帮你啊，但张书堂直接绕过我，安排个毛头小子办你的案子，我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啊。就是你说的那个乔岩。这小子别看年轻，还是有两把刷子的，你可千万别掉以轻心。我本来想支开他的，结果被张书堂撅了回来，还突击提拔了他，这是要重用他。20多岁还是个孩子，他能有你老谋深算？星烈，我想办法摆平他，案子的事还得你操心，实在不行我到上面走动走动。你可千万别小看他，年轻人不谙世事，不懂深浅。张书堂拿他是当枪使，真要认死理动真格，你拿他也毫无办法。你和我说实话，到底还瞒着我多少事？我的事你都知道，就是那些举报信上的事。我可听说又有新的，有的是从省纪委直接转下来的，还有从县委那边过来的，到现在还不和我说实话，那我可真帮不了你了。那举报信呢？我看看哪个孙子要搞我，非弄他不可。我要能看到就不问你了，既然你不说，那就提前准备应对吧，好好捋一捋工作中的事情，尤其是涉及工程的，必须合理合规，让你小舅子尽快从煤矿上撤出来，让他这段时间消停一会儿，别再给你惹乱子。还有你的资产，现在转移是来不及，那也得处理妥当，包括你在外面的情人，千万要安抚好，他们要害你，你可真是招架不住。最主要的，你先把那个跳楼的处理好，要钱给钱，要地给地，不能让这件事无序发酵下去，对你会非常不利。星烈，我知道了，谁要是敢在这个时候不让我好活，那我就让他一辈子不好活。乔岩一夜未睡，翻来覆去看举报信，基本上找到了突破方向，拿起手机拨通了张书堂的电话。我要去省里开会，你就简单在电话里说吧。乔岩用最精炼的语言简明扼要汇报。关于怎么办案子，我不干涉也不参与，你们拿到真凭实据后，我再进行定夺。你放开手脚大胆的干，有最新进展及时和我汇报。张书堂说了一通不痛不痒的话，让乔岩摸不着头脑。既然张书记已经充分授权，那就按我的思路去办。我简单分一下这2天的任务。举报信中说蔡小虎资产惊人，那我们就从资产查起。佳明，明天你去案管室带上手续，去各个银行把蔡小虎及其家人、亲戚的银行流水、个人名下的账户全部调出来，并做出数据分析。让吴凯和你去，不要在县银行，去市里。王雅，你先收拾一下东西，明天搬过来。你的任务暂时是分析举报信，把有价值的信息提供给我们。我今天去一趟合川镇，初步了解一下情况。吃过早饭，乔岩驱车来到合川镇白子庙村，几番打听找到徐德福家。你找谁？您好，这是徐德福家吗？我爹已经埋了，你们还要怎么样？滚出去！我不想再见到你们。姐，他不是镇政府的，让他进来吧。乔岩蹑手蹑脚进去，看到床上还躺着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妇人，双目无神，再看看墙上挂着徐德福的遗像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想了解下你父亲的情况。你能帮我爸申冤吗？他是被害的。还不等开口，几个男子鱼贯而入。哎呀，焦主任，不知道您来，我的失职啊。乔岩，这是我们的镇长李卫东。乔岩很是意外，他是悄悄过来的，怎么行踪已经暴露了？李镇长，我过来走访一下，没想到惊动您的大驾。乔主任能来我们合川镇调研指导工作，是我们的荣幸。我今天正好没别的事，全程陪同您。您公务繁忙，不必劳驾，我随便走走，有事再去找您。
老徐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们都不愿意看到，心情十分沉重悲痛。不过请乔主任放心，我们已经妥善处理。徐欢，是不是呢？见到李卫东，徐欢显得有些紧张害怕。焦主任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乔岩不想把事情闹僵，跟着来到门外。焦主任，经过我们一夜努力，都已经谈妥。煤矿上出于人道主义给了200万元，镇里给徐德福老婆办了低保和大病救助，还答应给他大女儿解决工作，你看怎么样？李镇长，怎么处理是你们的事，即便要追究责任，也不归我管。我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，徐德福为什么想不开？这个老徐一根筋，镇里要征他的土地，补偿价格也是一提再提，他依然不满足，死活不签协议。我们在耐心细致的做他的思想工作，还不等谈完，就选择了这种极端方式。为什么征地？你们依据的是什么法律？上会研究过吗？既然对方不同意征收，为什么还要逼着签协议？面对灵魂拷问，李卫东显然低估了乔岩，没想到直中要害。焦主任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换个地方聊。李镇长，我先和徐家人聊会儿，到时候我自然会找你谈话的。和他们有什么好聊的？事情我都清楚，和我聊就行。李镇长，我是代表县纪委下来办案的，请你不要阻拦干涉。我知道你是下来办案的，但总得有个程序吧？你要什么程序？需要给镇政府发函，还是让张书记给你打电话？焦主任，咱们都是给党和国家办事的，没必要如此较真。这样吧，把老徐他女儿叫到村委会，面对面直接聊，你看行吗？李镇长，咱们头次见面，没必要把关系闹得这么僵，或许以后还可能成为朋友。既然是公事，那我按我的意思来，好吗？那好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不必了，忙你的去。三人秘密下村走访，可不知怎么行踪暴露，镇长出面阻扰。徐欢，你也看到了，咱们长话短说，你父亲为什么想不开？他们逼着签协议，我爸不从，就派人把我爸打了一顿。最可恶的是，他们冲进我家把我母亲的腿打断。我姐去镇政府找他们说理，结果被关起来，甚至玷污了他。我爸气不过，所以你说清楚一点，他们是谁？一个一个都要点出来。还有你姐被玷污，你们就没报警吗？派出所的人说证据不足，我姐也说不清楚，但通过她描述，应该有蔡小虎。乔岩不由得握紧了拳头，可又无可奈何。这种案件归公安管辖，他又不好插手。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。说完，转身离去。肖主任，听闻您刚刚担任重案2组的主任，年轻有为，前途无量啊！有你们的及时提醒，我们也少犯错误嘛。看来李镇长对我们的纪委工作还是比较支持的。绝对支持，看你需要我配合什么，我立马安排。那就烦请把镇里最近5年的账目、重大工程的合同以及会议记录等打包，我下午要带走。还有白子庙村的也一并拿过来。要不我请示一下蔡书记再给你答复。可以，但今天下午必须得带走。另外通知你们分管领导及财务这2天不要外出，随时等候谈话函询。肖主任，蔡书记出差了，正往回赶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他想见你，随后再具体聊。几番来回，李卫东终于答应了。这次虽然是调查蔡小虎，貌似他也紧张万分。李镇长，我听说你们非法拘禁徐德福的女儿，还玷污了她。没有的事，怎么可能？别听他们瞎说。那我要是拿出证据来呢？没有发生的事，怎么可能有证据呢？要不我看看。乔岩本想咋呼一下，结果对方没上当，故意拿出手机。发生这种事情，我感到很羞愧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是给金安县脸上抹黑，这不单单是违纪了，这是在犯罪。李卫东盯着手机，却依旧镇定。可能是有一些误会，但你说的绝对是不存在的。这样吧，我回头核实一下，再和你汇报。乔岩跟着李卫东来到镇政府，磨蹭了一下午才把账目拿过来。车开出河川镇时，纪委副书记马福良打来了电话，居然要请乔岩吃饭。他本想拒绝，可马福良没给他余地，直接告了地址，挂断电话。车子行驶一半时，一辆大车呼啸而过，然后突然变道，要不是乔岩紧急刹车就撞上去了。如此惊险的瞬间，让他不得不怀疑是否在蓄意报复。回到建设南路7号，已是天黑。乔岩将材料全都搬了出来，纸箱底不赫然躺着厚厚的一沓现金。乔岩拿起手机打给李卫东：“李镇长，我回来了，清点了一下，多了1箱，麻烦你派人来县委大楼取一下。”不可能吧？往车上班的时候你亲眼看着的。李镇长，我给你1个小时时间，你要不拿走的话，我直接交给纪委，到时候对你不利。肖主任，你工作那么辛苦，就是让你买点营养品补补，都是自己人，别见外。我再说一次，你要不拿走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好，我让人过去拿。挂了电话，王雅风尘仆仆回来了。妈呀，这么多钱，这是他们送的。乔主任，你可发财啦！我给李卫东打电话了，让他拿走。我今天回来时差点出了车祸，你说是巧合还是意外？你没事就好。这只是个开始，后面还有更精彩的，你害怕吗？当然害怕了，我还没结婚，
还没去过西藏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我可不想。我逗你玩呢，我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，就算我有什么，也绝对不会让你们受丝毫损伤。说话间，手机响了，是马福良的电话。马书记叫我吃饭，我得过去一趟。我陪你去吧。不用，我能处理好，到时候等电话吧。我要是喝多了，过来接我。行，我送你去。进了包厢，已经坐了一桌子人，最中间的是县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陈云松，基本上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。各位，今天是陈书记的生日，让我们共同端起杯，恭祝陈书记生日快乐，祝他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都一大把年纪了，过什么生日？还是小虎有心，要不是他提醒，我可真忘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感谢大家捧场。接下来的时刻，众人开始轮番敬陈云松酒。乔岩百无聊赖坐在那里看着他们的样子，觉得异常可笑。马福良突然叫他，示意他端起酒杯过圈敬酒。陈书记，这位就是小乔，过来敬你一杯酒。年轻人嘛，不懂规则正常。老马你也不懂规矩，只要年轻人敬酒，必须用大壶喝。乔岩知道今晚的饭局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很明显是给蔡小虎撑腰，间接干涉案件。陈书记，才知道您今天是生日，作为晚辈，我理应陪您好好喝一杯。但今晚确实有点特殊情况，胃比较难受，实在喝不了，我给您端一个，以表我的一点心意。乔岩的举动让所有人都傻眼了。乔岩怎么和陈书记说话的？让你喝酒是瞧得起你，赶紧的喝没。陈书记，别和他见怪啊，年轻不懂事。这样吧，我陪他一起敬您。陈云松脸色阴沉，眉毛竖起，显然不给马福良面子。既然小乔不能喝，那就不为难他了。老马，咱俩共同敬陈书记。陈书记，听说您喜欢国际象棋，要是有时间的话，我和您切磋几把。你也会，要不来一盘？这正吃饭呢，要不改天我找您。不，就今天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口气有多大。小虎，给司机打电话，把我的棋拿上来。咱们金安县果然是藏龙卧虎啊。小乔，棋艺不错啊。既然你不能喝酒，拿饮料，我和你喝一个。他们看不出来，但我看出来了，你明显在让着我。如果真是对战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，改天我单独约你，好好陪我玩几把。陈书记，您的棋艺也非常不错，今天时间仓促且有旁人，假如就咱俩，我不一定能下过你。好，不错啊，小伙子，大有前途。吃完饭，马福良把乔岩单独叫到一边。乔岩，别以为你用这些小伎俩赢得了陈书记的信任就觉得了不起了。我对你今晚的表现很失望。你以为谁都可以参加这种饭局吗？差点让我下不来台，你好自为之。老马，小乔不舒服就别难为他了，他今晚表现可比你出彩啊。乔主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出差了，你去了河川镇没赶上陪你，这不专门让老马把你叫过来一起吃个饭，既是赔罪也是认识。你也看到了，陈书记对你印象不错，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感谢蔡书记，事情你也知道了，像今晚这样的饭局以后就不要了。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也请你放心，在我职权范围内的，能帮则帮，但确实回避不了的问题，那我也没办法。老哥也很难啊，要想干一番事业，肯定要得罪人。像那些成天啥事也不干的，肯定不会有这些事。举报我很正常，调查清楚就行了，也好证明我的清白。蔡书记是我们金安县为数不多的实干家，这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我也不希望你有事，但有些事不是我所能把控的，上面还有领导呢。这你放心，我会妥善处理的。回到7号院，乔岩正准备休息时，母亲打来了电话。小岩，你回来一趟吧，有点事。男人刚被火线提拔，家里就出现了2箱毛子、10条华子，甚至还有20万现金。这是咋回事？你可不能犯错误啊！妈，这是谁送来的？我也不认识了，说是你让送过来的，我就让进来了。那人走后，我越想越不对劲，就赶紧给你打电话。不用问，肯定是蔡小虎。乔岩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，思考着如何处理。这时，父亲乔建军进门后，同样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够呛。乔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别训乔岩，都是我的错。赶紧给人家还回去，不义之财咱不能要。咱家虽然穷点，但不至于走这些歪门邪道。尤其是你，才参加工作没几年，更不能跑偏了。乔岩思考再三，给蔡小虎打过去，连续打了4、5个才接通，可对方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死活不承认是他送的。无奈之下，他拨通了张书堂的电话。张书记，您休息了吗？我想和您汇报件事。张书堂听完乔岩的汇报，良久才道：你打算怎么处置？肯定是退回去了，可蔡小虎不承认，这才给您打电话汇报。他既然不承认，我打算交工。这样吧，我让胡勇过去把东西拿过来，我想办法给你处理了。表现不错，我没看错你。乔岩挂了电话，又觉得不妥。万一张书堂把这些东西侵吞了，到时候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，那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。
爸，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登记造册，然后拍照，以防万一。很快，胡勇来了，见了地上的东西，同样一愣，没有多说什么，把东西拿走，悄悄离开。小严，你和爸说实话，你在这个上面没犯过错误吧？爸，其他事你可以不信任你儿子，但这件事请你们放心，我有分寸。你要记住，你是国家干部，是抓贪官的，千万不能在这些问题上犯错误。假如有一天真这么做了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波子，你要保护好自己，你要有什么闪失？妈，你就不怕我点好？能有什么闪失？再说了，我就在县城了，办完案就回来了，有事打电话，我立马就回来。乔岩回到7号院，躺在床上，回想着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。蔡小虎出手够大方的，也间接的说明问题很大，接下来还指不定使什么招数呢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张书堂来到7号，这里还满意吗？满意，谢谢张书记。昨晚你和陈云松书记在一起吃饭了？乔岩心里咯噔一下，没想到这是如此之快传到对方耳朵里了。马书记叫我去的，我并不知道有谁。我不反对你参加酒局，但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不要给旁人留下口舌。静安县很小，没什么秘密可言，容易给别人造成迷雾假象。不过昨晚的事，你处理得不错，谢谢张书记提醒，我以后多加注意。县委丁书记对徐德福的事非常重视，要求深挖这件事背后的真相。昨天下午，专门把我和陈云松叫到办公室进行安排。今天上午10点，计划召开一个专门会安排此事。这件事虽然不大，但背后隐藏的事情不可小觑。既然丁书记让我牵头，我打算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，组长就由你担任。这起案子可以和蔡小虎案子并案调查。张书记，那我扮演什么角色呢？丁书记让公安半个月内调查清楚。既然你是组长，有权对案件的疑点提出质疑，直至查清事情真相为止，给县委和全县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。上午的会，到时候你也参加。上午10点，乔岩准时来到县委6楼第4会议室。马福良宣布了联合调查组领导组成员及职责，而陈云松很明显对纪委插手公安的事不满。俗话说，术业有专攻，公安办案和纪委办案有本质的不同。既然县委如此安排了，那就这么办了。不过呢，案子办完后，我要亲自过目，你说呢，张书记？陈书记说的对，担子你们公安侦办，我们纪委监督。如果有疑点，我们会及时指出。担子办完后，凡是涉及公职人员的，立即启动问责机制，一查到底，严肃追责。散会后，乔岩回了趟纪委办公室，不知为什么，其他人见了他态度明显没以前热情，反而有些搞淡。刚走出办公室，陶磊拉住了他。乔主任，有几天没见，还怪想念的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吧，叫上王雅。过阵子吧，我的情况你也知道，不方便。已经开始办了吗？啊，刚开始。乔岩，等公示考察一过，我可能要去县委办了。前段时间不和你说了吗？县委丁书记政务色人，选上我了。那就提前祝贺你了，到了那边可别忘了我们。怎么会呢？咱们是铁哥们，以后要抱团发展。我先去探探路，随后我举荐一下你，说不定就过来了。到时候咱俩一起奋斗，未来就属于我们的。乔岩，都是兄弟，有些话我得和你说。蔡小虎和我家沾亲，我叫他姑父了，当然不是干涉你办案啊，都是金安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说不定将来还能用到他，你自己衡量。可以的话，高抬贵手，他肯定会感谢你的。陶磊，你也是纪委的，应该知道办案程序，我只是个办案的，最后还得上面说了算，明白吧？明白明白，你做好你的就行，上面的他会想办法，我替我姑父谢谢你了。陶磊走后，又来了几个人，无一例外都是给蔡小虎说情的，而且手机响个不停。他的朋友、同学、老师、亲戚，甚至几辈子不联系的远房亲戚都在说同一件事，不得不感叹蔡小虎的能量很大。下午，乔岩和刑侦大队副队长曹晓峰来到河川镇派出所。哟，曹队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你们王所呢？王所出去了，有事吗？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赶紧回来。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，河川镇派出所所长王洪杰才慢悠悠回来。我说曹队，你这下来也不提前打招呼，有什么重要的事还要见我？王所，梁局给您打电话了吧？说了，要干什么？这位是纪委的乔主任，也是这次联合调查组组长，今天过来先了解一下情况。我不管什么乔主任，这个案子已经接了，有什么好了解的？王所，县委高度重视这起案件，陈云松书记亲自安排部署，希望你能主动配合。你算哪根葱？敢在我的地盘上吆三喝四？纪委的怎么了？什么时候开始干涉公安办案了？我就不配合，你能把我怎么的？空气瞬间凝固，其他民警吓得大气不敢出，而乔岩死死地盯着他。王所，乔主任说的是真的，我也参加会了。回一边去，有你什么事？这么说，王所是不配合了？我就不配合，你把我抓起来吧。行，既然王所这个态度，我也懒得和你废话。作为公职人员，又是人民警察，中午饮酒，浑身戾气，说话蛮横，态度恶劣，就凭这几条也够查你的了。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，这就是证据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把手机给我抢过来。
我看你们谁敢不把你们身上的警服扒下来，我不信瞧。民警多少有些忌惮，站在那里不知所措。王洪杰怒了，扑过来一把抓住乔岩的领口，乔岩照着王洪杰肚子狠狠踹下去。你们瞎了吗？看不到袭警吗？给我铐起来！男人到镇上派出所要求查看案件，被所长抓住领口，甚至叫人铐起来。镇党委书记蔡小虎看到后急匆匆地跑进来。王洪杰，你不要命了，乔主任让你受惊了。我倒没事，不过王所气性很大呀，这种人还能当所长，对我都如此，更别说对老百姓了。乔主任，我和王洪杰出去谈谈。王洪杰，你喝了2口马尿就无法无天了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胆敢动手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我管他是谁，在我地盘上还敢撒野，我看他能不能走出河川镇。王洪杰，我看在你舅舅的面子上不和你计较，要是坏我的好事，弄把你算轻的，赶紧滚进去赔礼道歉。蔡书记不就是个毛头小子，你居然怕他，简直没天理了。你到底道不道歉？道理何方神圣，用得着这样吗？等他查到你头上的时候，你要是能像今天如此硬气，就当我什么话也没说。就你那点破事，要不是我替你兜着，早就扔进阎王殿了。王洪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那怎么办？蔡小虎没有理他，径直进了办公室。王洪杰思忖片刻，跟着进去。乔主任，刚才是我不对，和你赔礼道歉。乔主任，这件事你不要有任何顾虑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我也会和梁局长、陈书记汇报的，实在不行就地免职。我们今天是来办案的，王所，你把徐德福案件的调查结果拿过来，我看一下。王洪杰无动于衷，蔡小虎轻咳一声，他领会意图，不一会儿抱着剑宗进来了。乔主任，这个案子已经结案了，就是不满足补偿标准，然后就自杀了。王所，你自己听听，符合逻辑吗？正好蔡书记也在，一并说说吧。乔主任，准确的说，他胃口太大，已经给他每亩补偿到1000元了，依然不满足。村里人为了发展，不可能因为他一家而耽误整体工作，采取了一些过激手段，导致他做出不理智行为。当然了，我们肯定有责任的。针对村干部的行为，我已经安排镇纪委书记启动问责机制，严查到底。另外，镇里、村里以及企业出于人道主义对其进行了补偿。目前家属情绪稳定，也认可我们的做法。还有，他精神上有点问题，为此我专门和医院了解过他的情况，患有重度抑郁症，靠药物维系，所以他做出这一举动和他患有精神疾病有一定关系。蔡书记，我相信您说的都是真的。不过咱们反过来想想，人在什么时候才会选择自杀呢？一定是走投无路，逼入绝境，对生活失去希望，对未来不抱幻想，迫不得已做出这种选择。刚才您也说了，是因为不满足补偿，出现了过激行为。我感觉逻辑上还是不通啊。假如你们1分钱不给，强占了他的土地，我觉得还有可能，除非还有其他诱因。蔡小虎看看王洪杰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。乔主任说的对，矛盾就是在日积月累过程中形成的。徐德福在村里看着老实巴交的，但喜欢占小便宜。前2年因为承包荒山的事和村里闹得不可开交，去年矿上发福利没有给他家，心里气不过，也得大闹了一通。我听说了2件事，不知道是否和他跳楼有关系。一件事有人冲进徐家把他老婆的腿给打断了，另一件事是他大女儿被镇里的人玷污了。此话一出，王洪杰变得紧张起来。我也是听外面的人传了，但查下来子无虚有的事。对，我们也进行调查了，不存在的事。既然调查了，为什么案卷里一个字都没提及？王洪杰眼珠子滴溜溜转着，脑门上的汗丝丝渗了出来。我觉得和本案没多大关系，就没做笔录。不对吧？据我了解，徐德福还来派出所报警了。你们说证据不足，不予立案，是吗？我们出警了，徐静说有人玷污他，这种事怎么取证？而且都过了1天时间才报案的，确实不好侦办啊。你把出警记录拿过来。王洪杰安排人拿上来，乔岩看了看，确实有出警记录。蔡书记，6月28日晚上，徐静去镇政府上访，当时是谁接待的他？为什么要把他关起来？那晚我不在镇里，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。后来我了解了下，徐静冲进镇政府就是撒泼打砸，无奈之下才把他临时关起来。这是非法拘禁，你们镇政府有这个权利吗？确实是我们工作的疏忽，我已经批评他们了，并对其进行了停职检查。是谁？包片领导、副镇长赵国文和企管员张鹏。听到他高中同学的名字，乔岩不由得头皮发麻，更是万分震惊。听说乔主任和张鹏是同学，那他老婆打断腿又是怎么回事？谁带人去的？不存在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怎么可能动刀动枪的？煤矿上要建交化厂，比较着急，确实去他家了，主要是谈补偿的事情了。他老婆情绪一激动，一不小心踩空摔折了。蔡书记，麻烦你让赵国文、张鹏还有煤矿的负责人在镇里等，今晚我要约谈他们。我现在去一趟徐德福家，进一步了解情况。行，那我在镇里等你。从派出所出来，前往百子庙村的路上，曹晓峰对乔岩多了一丝崇拜。乔主任，那王洪杰在公安系统里是出了名的霸道，除了梁局长外，他谁都不放在眼里。不过他今天在你面前可真够孙子的，平时飞扬跋扈的那股劲儿一下子就给治好了。对付这种人，还得是你们纪委啊！外人常说老百姓怕警察，当官的怕纪委，弄得我都去纪委了。要不我把调到你身边得了。
你以为我们纪委真那么好吗？算了，不说了，各有各的苦。乔岩隐约感觉政法委和公安完全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只是联合起来在隐瞒，不愿意揭开背后的秘密。是在保护蔡小虎及幕后人物吗？还是有意识的和新来的县委书记对抗？或者说，他们觉得一个小老百姓的死不值一提，懒得耗费精力去办案？来到白子庙村口被拦住了，一群老弱病残，网络中央一座摆明了不让他们进。这2天村里有点特殊情况，不让外人进。福家离村口不远，乔岩发现他家门口围了不少人。就在这时，徐欢打来了电话，哭诉他母亲病得不轻，现在急需住院，可村里不让他们出门，派了各村医给母亲治病。他姐姐精神失常愈发严重，疯狂在家里砸东西，已经失控。乔岩立马上车赶回镇政府。蔡书记，你们不能这样，我可以不去见他们，但家里现在有2个病人急需治疗，如果再出人命，你能担得起吗？我说小乔同志，你是纪检干部，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了，至于其他的，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我是负责这起案件的调查组组长，有权利保护被调查人的生命安全。如果你坐视不管，我只能向上级汇报了。蔡小虎轻蔑一笑出去了，把他一个人晾在办公室。就在乔岩离开派出所后，蔡小虎给政法委书记陈云松去了个电话。在电话那头，陈云松的态度很明确，这个案子点到为止，不能深挖。公安局梁东升那边已经安顿过了，就按自杀处理。至于乔岩那边，要想办法阻止他，不能让这件事无序发展下去。地委下村调查，却被一群老弱病残拦在路口，就是不让进。而徐欢的母亲病得很严重，急需抢救。乔岩灵机一动，拔腿就跑，一群人在后面追。围在徐德福家的人迅速聚拢过来。乔岩正思考如何突破防线的时候，高中同学张鹏出现在了面前。都给我住手！张鹏，快赶紧救人！而张鹏脸上露出复杂的神情，沉默不语。张鹏，里面情况紧急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要是再出了人命，你第一个担责，到时候谁还替你说话？背锅的就是你。在乔岩的痛骂声中，张鹏有所觉醒，推开人群冲了进去。乔岩紧跟其后跑进去。徐母被送到了县医院，经过抢救总算保住了生命。张鹏，这事你做得很好。假如徐欢他母亲死在家里，你能脱了干系吗？你说的对，感谢你及时叫醒了我。那他的情况如何？目前情况稳定，还在重症监护室观察。他家没亲戚吗？有亲戚，可这个节骨眼上谁都怕沾上自己。不过你放心，蔡书记已经安排人去探望了，而且治病所产生的费用都由镇政府承担。呵呵，蔡小虎出尔反尔，他怎么又想通了呢？这我也不清楚，不过我听说今天上午县委丁书记找他谈话了。乔岩，我听说你在查徐德福的案子。没有，办案主体还是公安局，只不过县里成立了联合调查组，让我担任组长。张鹏低下了头，沉默了很长时间，突然扑通跪在地上。乔岩，我错了，你救救我吧！你这是干嘛呢？快起来，有话好好说。我那天喝多了，和赵国文稀里糊涂就进了徐静的房间。是张国文，我只是猫了几下，你要相信我。你说的都是实话吗？我对天发誓，有半句假话，不得好死。好，我姑且相信你是真的。如果赵国文不承认，你能指认吗？我能。好，你先回去吧。乔岩，我不会被判刑吧？这个我说了不算，我也很想帮你，但有些事我是做不了主的。你的事已经不单单是违纪，而是违法，只要认定了，是要双开的，即便你找人也于事无补。送走张鹏，乔岩胸口堵得慌，思考了半个多小时，通知合川镇镇长李卫东把张国文现在带到纪委来。乔主任，人我给你带来了，在外面车里了。见他之前，咱俩先聊聊。事情我知道了。这叫什么事？赵国文胆小，不敢见你。他也不容易，家里老婆在床上瘫着，儿子今年考大学，女儿还小，要是有个什么事，他家就垮了。李镇长，徐家已经是家破人亡了，不知你心情如何？是，这些话我不应该说，但他作为我的副手，我得替他说几句话。一个家庭已经毁了，真不希望看到另一个家庭也毁了。关键是他儿子学习非常好，要是因为这件事断送了前程，对他不公平啊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让他进来吧。乔主任，我替他先感谢你了。咱俩虽然见面不多，但和你很投缘，这个朋友交定了。你放心，这件事过后必有重谢。知道叫你干什么吗？乔主任，我没有。我还没问你就说没有，你心虚什么？赵国文浑身控制不住抖动。乔主任，你放我一马吧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了。躲在门外偷听的李卫东闭上了眼睛，骂了一句愤然离去。你自己说吧，玷污徐静了没有？我那晚真的喝多了，我不是人，对不起。很快，曹晓峰进来将人带走。在这时，医院传来了噩耗，徐欢母亲去世。乔岩赶到时，公安局副局长邓海鹏带着一批警察紧急封锁。邓局长，我是这个案子的组长，上午你也开过会的，我有权负责到底。我们公安办案，还轮不到纪委在这里指手画脚，你懂法吗？小屁孩，识相的赶紧离开。
到时候别怪我不客气。邓局长，你要有本事把我带走。邓海鹏冲着旁边的警察递了个眼色，迅速将乔岩带离现场，然后简单处理后立即将死去的徐母拉走。这一晚，乔岩不知怎么度过的，他甚至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把这个案子办好。现如今他已经卷进了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，刺痛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经。更加猛烈的狂风暴雨顷刻而至。此时蔡小虎坐在郊外别墅里，洞察外界的一举一动。赵国文被捕，徐德福老婆去世，尽在他掌握之中。虎哥，赵国文那货真的干出那种事，看着老实巴交的，没想到一肚子花花肠子，不打算把他捞出来吗？那你觉得他是抓起来好呢，还是放出来呢？当然是进去了。李卫东跟前少了一条走狗，看他还敢和你叫唤。蔡小虎没有吭声，脑子里盘算着接下来的对策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河川镇不能出事，想办法给他地化进去，只要在里面死不承认，奈何他们也没办法，给咱们留出足够的时间思考对策。我听说这孙子今天已经全招了，现在反悔还有意义吗？屁话，除非拿出真凭实据，只要他死咬着不放，我们再想其他办法。是啊，这种事最难举证，那个乔什么严欺负到咱们头上了。虎哥，要不我把他收拾了吧？就知道打打杀杀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那套行不通。那个乔岩不过是别人的棋子，真正的幕后黑手还没露面。到底是谁要弄你？真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丁光耀？年底要换届选举，也没人敢和我正面竞争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突然把矛头对准我，你说还有谁呢？你是说裕民镇党委书记胡小春？岂止是他，很多人都眼红，包括煤管局局长王金海，最近和宏图集团的关宏志眉来眼去，走得很近。你说他能没野心吗？你的意思是王金海也有这想法？当然了，丁光耀刚买，想要在静安县站稳脚跟，找个人树立威信也不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必须尽快搞清楚背后的人物。在静安县，只要陈云松不倒，没人敢挑战你，我们大把的往他身上花钱，关键时刻他必须站出来替你说话。还有市里的杨荣发市长，省里的孔省长，以及上面的魏老，我们每年都烧香供奉着。现在你身处危难之中，该让他们站出来出力了。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，陈云松还是可以的，眼下只能靠他。还有江国伟县长，此人也可以利用，本来县委书记的位子是他的，谁知丁光耀从上面空降下来，让他美梦泡汤。现在他怨气很重，只要他在中间搅和，丁光耀干不好的。我交代你的事办妥了没？矿上的事你放心，属于你的股份在我远房侄子名下，看不出一点痕迹。你家老大蔡伟那边我处理好了，不过老二蔡强那边还得你去说说他，我说了不管用。提及儿子，蔡小虎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。来到徐德福家，那边我已经安排人了，今晚务必谈妥，明天就得把人下葬。你急什么？难道不想做点文章吗？我可听说了啊，是乔岩那小子不顾旁人阻拦，私闯民宅，把徐德福老婆给弄出来的。要不是他，或许还不至于这么快就没了。他老婆有病，即便不去医院也活不了几天，把屎盆子扣在乔岩身上，别到时候弄巧成拙。这个你放心，交给我办就行了。即便和他没什么关系，也得让他吃吃苦头，要不纪委简直无法无天了，踩到我们公安头上吆五喝六了。一个破案子还成立调查组，显得我们公安多无能似的。这是你们梁局长知道吗？老梁跟我火，这不刚才把刑侦大队的曹晓峰臭骂了一通，纪委让你抓人就抓人，你听谁的？张书堂太目中无人了，一个外地人在金安县孤零零的，他要敢到处插手，就让他滚蛋。男人到村里调查案件，却被无形的力量一直针对，甚至一群警察闯门而入。是乔岩吧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没听错吧？配合你们调查，谁让你来的？怎么，公安局办案还得请示你们纪委，识相的主动配合，要不然就动手了。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？纪委的人是你们公安随随便便能带走的吗？让你们梁局长来，我倒要看看谁敢把人带走。王雅，行了，我和他们去一趟，看看到底要干嘛。乔主任，不认识我了吗？此人是刑侦大队队长王小年，去年处理公安的案件约谈过他，乔岩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。原来是王队，我这是触犯什么法律了？还得刑警来审讯我？你以为我们闲的没事干随便抓人吗？把你叫过来是了解点情况，希望你主动配合。行，我肯定配合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你们要是不给我个合理解释，我是不会轻易离开的。哈哈，真是开玩笑，别拿你们纪委的那套吓唬我。要是查出来了，你以为你能走出去吗？据我们调查，你私闯民宅，还将病人带离住所，因为你的处置不妥当，导致徐德福老婆去世，你承认吗？原来是这事，照你的意思说，徐德福老婆和我有直接关系吗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，至少有因果关系。王队的鬼才逻辑让人佩服，就好比我走在路边扶了一个摔倒在地的老奶奶，然后去医院去世了。照你这么说，是因为我扶她才导致的死亡，你们是这样的逻辑吗？别扯没用的，我问你，私闯民宅你承认不承认？什么叫私闯民宅？你给我解释一下。另外，如何界定私闯民宅？你们依据的是哪条法律？
面对乔岩咄咄逼人的询问，王小年有些不耐烦。反正你没经过同意就进入旁人家中，这就是私闯民宅。王队，亏你还是刑侦队长，这么简单的法律常识都解释不清楚。我来告诉你，未经过住宅主人或未取得有关机关授权擅自闯入他人住宅的行为，这就是私闯民宅。我进入徐家，是他家主人徐静给我打的电话，主动让我去，这叫私闯民宅吗？徐家有村里人把守着，你未经过村委会同意就进入，这算不算非法入侵？笑话，我进入别人家还得经村委会同意，假如我去家，是不是还得去街道办开证明？主人家都没说什么，把村委会扯进来了，正好。村委会是什么组织？他们有执法权吗？凭什么限制他人自由？这明显已经触犯法律，你不去追查他们，反而询问我，你自己不觉得可笑吗？乔岩头脑清晰，伶牙俐齿，把王小年问得哑口无言。徐德福老婆本来平安无事，你擅自做决定将人送到医院导致死亡，这个责任你承认吗？呵呵，亲爱的王队，我今天才算领教了你们公安队伍，怪不得什么案件都破不了，原来问题出在这里，不懂法不明事理，颠倒黑白，胡言乱语，这要传出去真让人笑话。我来给你还原事情真相吧。徐静，也就是徐德福二女儿给我打电话说她母亲病重，是村里的人限制她的自由，不让外出看病，反而派了个村医给治病，因为一拖再拖，导致脑出血，要不是及时送到医院，估计早就没命了。按照你的逻辑，我也可以以此推理，因为当地政府的不作为，导致徐德福想不开，刺激他老婆脑出血，还导致他大女儿精神失常。你们不去追根溯源查证政府，反而调查起我一个办案人员来了。即便你们想整我，这手段一点都不高明，压根站不稳脚跟。王小年愣在那里，彻底被乔岩问懵了，走出去打了个电话。很快，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邓海鹏进来了。先把他抓起来，过2天再审问。我倒要看看是他的嘴硬还是我们的手铐硬。我看谁敢动！像你们这样滥用职权、徇私枉法，已经触犯法律，真不怕将来追究你们责任？此话一出，警察像触电般似的退缩回去，谁都不想因为这事背个处分。你们听谁的？难道让一个毛头小子下注了？赶紧的，铐起来！这时，公安局局长梁东升进来了，环顾一周，谁让你抓人的？梁吉，这不是办案吗？放狗屁！你抓的什么人？又办的什么案？把人给我放了！说完，狠狠瞪了一眼邓海鹏，离去了。邓海鹏脸上写满10000个不服气，却又不敢造次。没听见吗？放人！说完，气呼呼离开。轮到王小年尴尬了，乔岩反而不乐意走了。王队，我说过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你们要不给我个充分的理由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乔主任，是我们太草率了，实在对不起啊。这样吧，我亲自送你回去。乔岩没理会，王小年急得团团转，却无计可施，僵持了将近10分钟。他的手机响了，接电话的时候点头哈腰，连声说着是事实。乔主任，梁局长又亲自过问了，给我个面子，咱们走吧。你要面子？难道我不要面子吗？你们抓我，估计纪委上下都知道了，我这不明不白出去，算怎么回事？那你说怎么办吧？难道让我去外面和别人说是我们冤枉你的？这不就是事实吗？你刚才不是威风凛凛吗？王队，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不要把手中的权力当成私权，否则下一个查的就是你。路上，乔岩给张书堂去了个电话，汇报情况。梁东升出现的时候，他已经猜到，若不是张书堂出面，对方也不会亲自过来放人。乔岩，你做得很对，能看出你是一个有良知且善良的人。我们纪检干部在办案过程中，总会遇到各种困难和危险，这对你成长是有好处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放心大胆的干，我在背后给你撑腰。谢谢张书记关心，我不会辜负您期望，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办好。女人装疯卖傻，想给去世父亲讨个公道，可母亲因此事也离世了。乔主任，真心感谢这些天你们忙前忙后，现在这样也好，他们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了，也不用每日辛苦劳作了。徐静说话的时候异常平静，乔岩听了心里不是滋味。都怪我没能及时处理好你父亲的事，不过你放心，我肯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交代的。没必要了，人都不在了，再争那些又有何意义呢？我想拜托乔主任照顾我妹妹好吗？你的事公安机关正在侦办，相信很快就有结果。你一个人去外面单枪匹马的，留在金安姐妹们还能互相照顾，不走可以吗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觉得在金安还能待下去吗？如果你觉得有困难，那就不必了，她自己也能照顾好自己。不是那个意思，好吧，我答应你。第二天，乔岩来到公安局，徐德福的案子他必须尽快出结果。进门就和曹晓峰碰上，只见他尴尬一笑，狗必要离开。你这是去哪？我正找你了。乔主任，对不起啊，我被调离刑侦大队了，现在在网监大队，那个案子由我们队长王小年负责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怎么不和我说一声？哎，我还不知道找谁说理去呢，因为办这个案子得罪了一圈人，真是见鬼了。还有我听说那个案子已经结了，而且上报政法委陈书记签字了，估计都报县委了。什么？已经结了？赵国文在里面当场翻供，死不承认，人已经放了。我因为随便乱抓人被整惨了。这起案子是由纪委和公安2部门联合办理的，怎么能不经过纪委说结就结了？再说了，
压根没深挖细查就把人给放了，怎么和县里交代？乔主任，我劝你一句，这件事就这样马马虎虎过去得了。我听说陈云松书记亲自找县委丁书记汇报了，估计就完事了。正聊着，一辆车停在办公楼门口，曹晓峰像老鼠见了猫似的，顾不得和乔岩打招呼，低着头灰溜溜快步离开了。邓局长，我想和您了解下徐德福的案子。你什么级别？有资格和我说话吗？邓局，我作为联合调查组组长，为什么没资格和你说话？好，你一个小小的纪检干部，跑到公安局撒野叫嚣，难道你们就没领导了吗？信不信我把你抓起来？原来邓局长是嫌我们纪委领导不出面，觉得我见您跌份儿，是吗？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真要让我动手？邓局，我手里还有你的几条线索，不知感不感兴趣？关于我的线索多了去了，你算哪根葱？好，既然你不感兴趣，那咱们回头见吧。乔岩不打算放弃，找到局长梁东升的办公室。我认识你，乔岩是吧？感谢梁局长还记得我，那天要不是您出面，我估计就被抓起来了。我知道你来干什么，是想了解徐德福的案子了吧？我们公安机关已经结案了，回去吧。梁局，我对你们的处理结果有不同看法。先不说徐德福跳楼事件是否有违法行为，但徐静被玷污的事是肯定涉及犯罪的。据我了解，你们以无法取证草草结案，而且连当事人都没询问，更没深入去调查，是不是有些草率了呢？一旁的邓海鹏急了，从哪冒出来的东西，轮得着你在这里指手画脚吗？滚出去！梁局长，我知道你们想把这件事在一定范围内处理，不想扩大影响，但这件事情全县人民都知道，哥哥等着结果呢，不能因为包庇某个人而让全县老百姓失望。您要知道，这个事一旦发酵，恐怕不好收尾。来人，拉出去！最终，乔岩还是被赶出了公安局，回到县委大院纪委机关，向面见张书堂亲自汇报。不巧的是，他今天正好在市里开会。乔岩思考再三，准备去找县委书记丁光耀，刚出门口就与马福良撞上。我还正准备找你了，你先去我办公室等着。乔岩，你的考察公示期结束了，估计下周正式上任。对于这次提拔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今后还会继续努力工作。张书记让你挑大梁，这是给你压担子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要谦虚谨慎，不能急躁，沉下心来才能办好案子，明白吗？谢谢马书记教诲我铭记在心。说到底我还是您的兵，以后还得指望您多加指点呢。这就对了嘛。作为纪检干部要谨慎小心，但对我要毫无保留，不能有任何隐瞒，知道吗？还望马书记明示。蔡小虎的举报信里都涉及了些谁？你想知道谁？有什么你直接说。有些涉及到的人一看就是胡诌乱编的，我知道如何把握分寸。马福良见套不出话，话锋一转，心里你忙去吧。马书记，关于徐德福的案子，公安局和您说了吗？说了一句，有疑问吗？那您觉得这样处理合适吗？乔岩，你要明白你的身份是纪检干部，而不是公安干警，是不是违法犯罪，那是公安机关决定的，我们纪委跟着掺和什么？虽然任命了你个联合调查组组长，但不要去做不擅长的事，更不要去干涉别人办案。我当然知道办案程序，可现在他们的处理结果无法信服，把草菅人命的事说成子无虚有，难道让犯罪分子就这样逍遥法外吗？让受害者就永远背着伤痛吗？我说乔岩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放着本职工作不去做，反而插手公安的事情。我听说那天你大闹公安局，胆子越来越大，是不是觉得纪委放不下你了？还是认为有张书记给你撑腰就盛气凌人了？马书记，这话要是让张书记听到了，不知会有何感想。另外，我没有插手他们办案，只是作为一个晋安人，替受害者鸣不平。好嘞，不归你管的事少插手，我还有事。从马福良办公室出来，乔岩来到了丁光耀的办公室。谁让你来找我的？丁书记，我知道我身份卑微，没有资格面见您，我也不想越级。可张书记在市里开会，情况紧急，不得已才来找您。我觉得这起案子必须引起高度重视，如果处理不当，估计会出现不可估量的后果。什么后果？这起案子社会关注度很高，街头巷尾都在议论，尤其涉及公职人员犯罪，群众更是义愤填膺。很显然，他们对政府产生不信任，一旦处理结果与他们的想法背道而驰，很有可能做出过激举动。要是媒体再参与进来发酵，会演变成什么样子，我也无法想象。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？丁书记，可能我说的有些严重，但有些是虚伪与筹谋。正如您墙上挂着的字画，做事要在尚未发生以前就着手处理，方可以不变应万变。乔岩，你今天反映的这个情况很重要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还有其他事吗？想请您帮个小忙。我今天来找您确实有些冒失，估计张书记知道了会训斥我，还希望您……行，我替你说话。